科长，哎，如果今天我能从这个大楼里出来，车里的保险箱有2封信，一封交给我的太太，一封交给我律师。密码是柯东玉的生日，你知道的。好，拜托了。蒋先生，厉先生的资金到了。开始。到。我看看啊。谢谢，别着急，耐心耐心。谢谢。这里为什么是国魂啊？是蒋先生的决定。蒋先生在里面吗？他不在，他在交易室。截至今日收盘，利森对博思持股达23%，这一举动也打破了业内人士对蒋东潮并购资金不足的传言。利森一举超过云宇科技4%，成为博思第1大股东。哥，不是算过吗？他撑不到19%，怎么变成23%了？厉婉成那么讨厌他，怎么会给他出钱呢？危机时抱团取暖也不是不可能的呀，你慌什么呀？来，把它拼好。放心吧，我呀有后手。请蒋先生给我个理由。公司高层的决定。所以蒋先生只是在利用我，从厉先生那儿拿到钱，然后转用到并购博思上，是吧？之前您说的那些支持我的话，只是说说而已。并购博思是利森的大事，这件事的价值，你无法想象。并购博思最良性的方式就是和杨金万合作，帮助博思转型，而不是发展成一场数字游戏。啊，数字本身就是一场游戏。于此啊，都说你是数学天才，我以为你对数字最了解。不做完这场游戏，你拿什么资格去实现你的梦想？放心吧，等我并购成功以后，我会帮你实现的。蒋先生，我还能相信你吗？毕竟在你眼里，只有数字。那个眼里只有数字的蒋先生，每年带领利森交多少税，你知道吗？他做的慈善项目，每年养活了多少没有用的好人，你又知道吗？什么是好人啊？那些大山里的孩子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最好的好人，因为他们接受了我的馈赠，我给他们带来的食物、课本和玩具。而你所谓的好人呢，除了空谈理想以外，对这个社会还做了什么？到底是我不够善良，还是你所谓的善良只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伪善？是，蒋先生，您是缴了很多的税，但同时，你也占用了这个社会上最好的资源，不是？制度之下，你必须这么做。你做的那些慈善项目，正是这些小小的份额，可以让你在其他的地方合理避税。说到底，你的善良都有来处，也有去处，这还是真正的善良吗？在我眼里，善良就是善良。你总说我在空谈理想，但我一定会让你看到，我绝对不是在空谈，
OK， 我明白了。我也明白了，展先生。王玉总，先总让您回去一趟。他和杨爵士在公司等您，一起过去吧。请。站起来！站起来！给爵士道歉。不是，我以为啊，有事儿叫家长，只存在于小学的时候。杨老板，你够 old school 的呀，用我妈来养我呀。啊，孩子啊，哎。你的母亲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外公办厂初期我还投过资，甚至连你父母的相识我都参与过。小孩子嘛，容易冲动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你对付蒋东潮的计划不该拿博斯开刀。杨老板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博斯的商业模式它过时了呢？被吞并是迟早的事情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也干不过蒋东潮。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，退休呗，给年轻人让条路，他不香吗？住嘴！辛总，我做事合理、合法、合规，我为什么要闭嘴？商战嘛，只有输赢，没有人情。输赢，人情。因为力求博斯的发展，我甘愿稀释我作为大股东的股权。可没想到，让你们这一群人乘虚而入。现在利森持有23%，你和你的小兄弟们加起来也不过就是19%，你感觉自己能赢？是这样的啊，我有一个妈妈，从小告诉我，做事呢要留有后手。百业百庆余的10%，你可别忘喽。各位好，我是白老夫人的代表。白亮亮，百业一直是求稳发展，百业的天平一直倾向于稳定，所以百业不会轻易的参与任何不合适的商业交易以及斗争。但是今天，天平已经失控，为了市场的稳定，各位股东的利益，百业今天表态，百业坚定不移地和博斯站在一起，共应外敌。刚才你说，权力之下只有输赢。彭宇，你错了，除了输赢，还有你无法想象的人情世故。你看到的是你的坚实后盾，而我看到的却是围猎场里的一个猎手。在你和利森的争夺战之后，博斯的市值在不断上涨，你认为的坚实后盾，其实是在坐山观虎斗。彭宇啊，你输了。
我提一个，杨老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叫你叫爵士吗？因为在我心中，你就是一暴发户，你装什么绅士？你说的特别对，围猎场嘛，谁输谁赢还没有定论呢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无比的清晰，那就是我爸爸抽我自己跑。你们这些老家伙的时代结束了。野蛮人，粗鲁。钱梦雨，波斯绝不会交到你这种人手里。你在妄想什么？麻烦你帮我调查一下持有博斯1%以上股东的名单，我想办法搞到一些股权，这样子我才有谈判的资格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想帮这个忙？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不用查了。这是大师的达芬奇密码筒，要想打开，必须解开5位数密码。密码筒有5个转盘，转盘有26个字母，可能出现的排列顺序有11881736种。几年以前，他在股市叱咤风云的时候，曾经做了一只以密码筒命名的基金。他说，密码筒象征着股市的千变万化，蕴藏着很深的玄机。这是饿了多久啊？哎呀，他在外面是吃不到饭了吗？不像，他非但没有瘦一点，反而还胖了那么一些。那到底是个啥呀？可能失业了。怎么了？这不是你开的吗？我要吃点东西不行？没事，多吃点。哎，小姑娘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说说。说出来，金山银山说出来，都给你办到。说说而已。我就是要金山银山。没有也没关系。我知道你有别的，密码筒是你的，密码筒基金也是你的吧？小姑娘想要啥你就给她呀，反正她快生日了，当生日礼物啊。我从厉先生那儿要的项目重启资金，都被蒋东潮挪用到了并购公司上，所以呢，我想要的生日礼物就是你留下的底牌。只有得到了这个，我才可以重启小世界这个项目。哎，我一句不告诉你，不是舍不得给你，而是不想你越卷越深。这种违逆进行到现在，你是越来越危险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您关心我，但是目前我必须拿到密码筒基金掌握的博斯4%的股权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这件事情我肯定要做。哎，我问就多余了，早知道你就这样绝了。行，就当是你的生日礼物。
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白总来了。我送你的香水确实好闻。白总，我觉得我挺厉害的，真挺厉害的。能成为你白总的一颗棋子，多厉害啊！受宠若惊啊！我以为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以为我咸鹏宇将来会成为白亮亮的靠山，不再让你吃苦，不再让你受罪，好好的保护你。我以为，哎，哦，对了，所以你让我帮你关掉美食街，就真的只是为了报复饶宇慈这么简单吗？美食街是饶宇慈力推的项目，关掉美食街只是我的第一步。OK。那10%的股权甚至都不在我手上，你也愿意相信？是你把对手想得太简单了。我以为你会随便找一个理由，或者是编一个也行，能让我好过一些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白总索性连装都懒得装了，是吧？恭喜你啊，白总，找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靠山。都说咱们这行啊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其实我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这种狗屁定论，我甚至一直觉得那帮老家伙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。现在想想，我确实是太天真了。所有人都认为我咸鹏宇这么做呢，是为了一步登天。可是其实只有我自己心里面明白，我只是想为我父亲讨回一个公道，仅此而已啊。现在想想，我连你这关我都过不了，还谈什么替我父亲讨回公道呢？哪儿来的公道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。那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告诉我呀。我和你说过，回忆在我面前一文不值。我们相识，在你眼里是一个样子，在我眼里是另外一个样子。诚意什么来着？诚意满满。喝呀，白总，洒脱点。这3杯，你喝了，我们还有得谈。你们几个有完没完啊？啊？你们这么大岁数了，没见过女孩喝酒是吗？来，我替她喝。好吗？好。你好，我是远见的咸鹏宇。你好，初夏白亮亮。蒋先生，这边请。蒋先生，稍等一下，车马上到。蒋先生，有位初夏的白小姐，提前给您买了单。白小姐。蒋先生，您好，蒋先生。你好。我是初夏商业调查公司的白亮亮。初夏。是的，我今天晚上特地来找您。我们初夏非常希望能够为蒋先生服务。
你们这个公司我有印象，理念非常不错，否则我也不会派人去跟你们谈收购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已经拒绝了。我今天特地来向您道歉的，这是个误会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希望与您合作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我们的关系从来都没有认真过，甚至是相识。我想要认识的人根本不是你，是你跳进了我的世界，让我顺便利用了一下，仅此而已。哎，白总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点啊，特别的可笑。我从最一开始最喜欢你的，就是你不虚伪、够直接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，我最喜欢你的地方，也是你伤我最深的地方。全世界的人啊，都觉得你白亮亮的坏透了。那又怎么了？去他妈的全世界！我就是喜欢你，怎么了？我承认，是因为你做了很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有想做的事情，是因为我这些年我一直想给我爸讨一个所谓的公道，可是其实这些年我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做过一些什么。我总是告诉我自己，是因为我妈拦着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是因为时机还不够成熟。其实实际上是因为我自己给自己找了无数个，是因为我不够决绝。我想明白了，是因为我不够决绝。但是直到我碰到了你，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可以用尽手段，无视他人的眼光。你在专注的想要拿到你想要的那个目的时，白亮亮，你确实让我爱的疯狂。很显然我没有这一点。我也明白，你呢？为了达到目的，你可以放弃一切，我明白。但是我确实天真的就是想过，抱着侥幸的心态，我想，在你心目中，有没有可能不一样呢？哪怕在你心中对我只有那么一点是真的，一点点，哪怕只有一。就够了。可是我发现我想多了。我们两个人曾经也算是抱团取过暖吧。我无比的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仇恨，可是你却利用了我的仇恨。如果说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人的话，你应该明白，你对我做的这一切，对于我来说，它意味着什么？
谢谢你，白总，感谢。感谢你今天能够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了断，而我呢，也放下了。我会放下一切，我会放下那些没有用的情感。饶小姐，是项目启动资金出问题了吧？对不起，厉先生。项目启动资金被蒋先生拿去投入并购博思了，是我过于心切，被利用了。早有所料。这钱就这么给了饶小姐，那蒋先生他……蒋东潮一定会挪用这笔钱去并购博思，不会给饶一次的，因为他并购的基金已经打空了，他急需这笔钱。您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愿意给他？这钱不会凭空消失的，博思的股价水涨船高，利森买进来的股份也都是涨的，所以蒋东潮挪用这笔钱，不仅仅利森受益，也能让饶以慈看清楚蒋东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何乐而不为？当然，我们既然看好饶小姐，这不正好是与她建立关系的好机会？饶小姐，有些话也不必瞒你。蒋东潮这个人野心很大，所以他对公司的一些规划，我不是完全同意。可是为了大局，为了利森的发展，有时候我也只能是忍。我非常理解厉先生的心情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只想做好我该做的事情。那么现在这个局面，你想怎么做？厉先生对我坦诚，我也对厉先生坦诚。我已经拿到了博思4%的股权，并且计划将它交给显鹏宇。奇名突起啊！用这个条件换回美食街，显鹏宇一定会答应的。是，但是这也可能意味着在这场并购当中，利森会输给英宇。
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会来找厉先生您的原因。我不希望您蒙在鼓里。按你的想法去做吧。另外，再给你一笔钱，专款专用，把你停掉的那些项目重新干起来。白夜昨日正式表态支持波斯，战局瞬间从2强对决演变成3方会战。目前，白夜和杨基万共计持股24%，重新获得第一大东的支配地位。利森持有23%，位居第2。殷宇虽增持至21%，仍暂居第3。目前这场股权之战因百业介入在先变数，最终花落谁家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觉得你们美珠会真的挺逗的，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让我陪着你看我吊车尾的八卦，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最近喝的有点凶，难受，戒了。如果你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彭于总，这瓶酒啊，要喝。你们认识我爸？我们美珠会就是喜欢听大家讲故事，然后看看未来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。今天将彭于总叫来，也是想听听彭于总的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是承认自己已经是个弃子了，还是继续为父报仇？彭于总今天准备讲哪段故事啊？如果是为父报仇的话，我们美珠会可以给您指条明路。你想要的比例，在一个人手上，他会来找你的。彭于总，我们见个面吧。小天才，你可以啊！我是真的有点低估你了。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好人，竟然也有底牌啊！好人当然有底牌，好人的底牌就看怎么用，给谁用。所以我想问问你，彭于总，如果你赢了的话，接下来你怎么做？